蛋，你好，你好，本人男，21年底来到一家新公司，交了一个同部门的女朋友，小我几岁。没在一起前，他搞傻笑，饮水机在我旁边，他也搞自言自语的样子。饮水机在我旁边，他也搞自言自语的样子，啥意思？这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啊，兄弟？说实话，他笑起来真的很开朗，感觉很天真。有一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慢慢喜欢你。”我能感觉到是他，所以我问了他，他装不知道。后面我说了我也是，他就承认了，然后就开始约出来外面聊了一下，最后就在一起了。刚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很久没有体验到的幸福。双方呢也都见了家长，也讨论了成家的事情。可是交往过程中有很多矛盾。我们是一个行业的，他入行不久，我入行5、6年了。其中矛盾主要是2个：一，他遇到事情爱抱怨，不管是工作上着急，或者事情一下子多起来等等；二，有时候我得很1对1教他一些事情，可是他又比较懒，上班也摸鱼，所以我让他看一些教程或者学一些东西，有看有学，但还是不够认真。好，我理解刚出来上班1、2年，大部分人可能比较没遇到那么多事情，也不会太主动去学习一些工作上相关的事情，但也可能因为她是我女朋友吧，我知道这些对她有帮助，所以有点恨铁不成钢。对呀，你这不知道她是你女朋友吗？她又不是你闺女，是不是？啊，在一起差不多1年半，她想跳槽，后面就去了其他公司。哎，本身她就身体不是很好，因为觉得工作任务多、急啥的会焦虑，也会影响到身体，所以想离职。做了2个月左右，回家调养身体。后面待家里也情绪不好，当初我也劝过她应该调整对待工作的状态，不然回家可能会更焦虑。因为她对薪资或者赚钱这块呢看的其实也挺重。10月份左右又出来了，中间还是因为决定她抱怨啥的，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出来了是就不同居了是吗？啥意思？到2025年前2年多了，中间争吵挺多，但是和好也挺快，不会一直揪着一个错不放。当然也有冷战吧，这点是我的错，钻个牛角尖就冷战，但是和好也真的也很快。年前因为我跟他说我焦虑压力大，我平时不跟他说这些，所以当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回复说：“那你开心吧。”这样的话，然后就没了，就是你开心吧。说完就没说别的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情绪确实不好，各种原因。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现在的状态属于是一点就着，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还生气了？然后我说你就说了那么一句你开心吧，就消失了。因为我平时没跟他抱怨过这种压力大之类的，所以觉得他太浮躁了，所以年前也从这儿开始就没说话。年后回来我去找他了，他老爸是爱算八字的那种。那天他跟他老爸有聊天吧，我在他住的宿舍房间，他在楼下。他老爸说我克他，所以他才容易生病。我不管他爸说啥，可是我问他，他爸这么说你怎么想的？会有犹豫吗？他说有。我扔下一句走了，就果断的甩门而出。你觉得我做的对吗？虽然我很心痛，但是觉得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别回去了呗，啊，小伙子，如果觉得回不去了，就别回去了，啊，对不对的？就这样吧。别回去了啊！什么？大翠特翠本人出现了？你们怎么知道大翠特翠本人出现了？怎么可能呢？他自己说的。那你还好吗？冷翠小姐，你还好吗？这男朋友，这个咖啡师男朋友也分手了，以后就只能自己冲咖啡了。冷翠小姐，你在吗？以后自己冲咖啡啊。啊。
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以后自己冲咖啡也挺好喝，不用非得去咖啡店。刚刚那个哥们儿别回去了啊，不太合适，你俩就是不太合适。这个八字算八字说他爹说你克他吧，这事儿吧，咱不说玄学吧，就看你俩这个人生经历，你俩都不是说你克他，有点相克，你俩。完了，这个算命准不准是一码事儿，但是人家被算的这姑娘，她觉得准，她觉得你真有点克她，那就是准，撤吧，回不去了，算了，哥们儿，彼此放过吧。但我在2024年经历了一场情感风暴，现在风暴中心已经过去，但偶有次生风暴。他比我大9岁，初识他时，我被他的潇洒倜傥迷住。然而接触久了，发觉他其实是很柔软的人。也正因为这柔软而焦虑敏感，深受其苦。我们认识1年多了，这1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我很爱他，但他一开始就告诉了我，因为自己的心理状况无法建立一段情感关系，我们仍然一起经历了很多美好。其中最美的部分就是一起去阿拉巴马的中世纪打仗活动。那个周末，我们如同恋人，牵着手在没有路灯的松林中穿梭，去不同的营地和不同的人喝酒，在松林深处露营。现在他终于离开了他不喜欢的纽约，搬去了洛杉矶。我们隔着整个美国。我问他愿不愿意异地恋，他拒绝了，因为他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感情。我经过了痛彻心扉的阶段，但仍然沉浸在这份我从来不曾拥有的感情之中。我知道我们能在一起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总觉得我们孽缘未尽。我也知道他不爱我，可是每每想起他，我的心中还是爱意满满。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感恩和他经历的每一个冒险。我一次次审视自己，审视这段感情。我试图去理解自己的疯狂，试图去修复自己的脆弱。我看到了自己的贪婪，也看到了自己的真诚和勇敢。这恋爱谈的大彻大悟了，我的妈呀！我这还不是个恋爱，你这感情挺直啊，可以啊，感觉参加了一个什么这个禅修训练营啊，看到了自己的贪婪，看到了自己的勇敢，只是每每想到不能和他长久相伴，心里还是充满遗憾。你爱上的可能不是他，你喜欢的是阿拉巴马的中世纪打仗活动。姐们儿，再去一趟吧，再约点别人再去一趟吧，再打一次，是吧？在什么玩意儿松林里穿梭，深处露营，跟不同营地的人喝酒，去吧，你可能是喜欢那个。CZ 不爱扣卡，感谢你的礼物。去吧，你就是喜欢有点这种冒险的感觉，是吧？这男孩正好可以陪你冒个冒险，你不用非得跟他冒险，你自己也可以冒险，找点别人陪你冒险，对不对？找点别的冒险活动。挺好。哎呀，还追加了哦！这还你好，我要追加一段。我必须想再补充一下那些美好的瞬间。做好准备哦，朋友们。什么，就是恶语伤人6月寒啊，朋友们。现在几月？3月，咱们不要让人6月寒，好不好？咱们让他3月暖，好不好？控制啊，都控制啊。从我做起，咱们就控制了，咱们不能那个说话，咱们的说话好听点。从现在开始就是夸啊，就是幸福、羡慕、嫉妒那种，好不好？冷峻的春夜，他骑摩托带我纵穿曼哈顿，我为他做了一只烟斗。他非常吃惊，带我去了雪茄吧，在那里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他。他说起过往，说着说着流下泪来。
烟斗呛的，这个自制烟斗啊，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搁雪茄吧，说着说着流下泪来，那里没有别人吗？啊，呛的吧？在攀岩馆，真忙的。你看，我就说你是喜欢玩、喜欢冒险，对不对？才出雪茄吧，又入攀岩馆。在攀岩馆，我用中文问他：“我可以亲你吗？”他问我什么意思？哦，这还是个外国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什么叫我可以亲你吗？我告诉他后，他说可以。我亲他的瞬间却被恰好经过的朋友看到，他们从此嘲笑我10000年。哎，我刚是不是说不能恶语伤人来着？我是嫉妒，姐妹儿，我是嫉妒，我纯是出于嫉妒，我这种感情都是嫉妒。我是因为嫉妒啊！哎呀，在我喜欢的酒吧，我说你就算不离开纽约，也不会和我在一起。他说我们别说这，你会伤心的。我坚持，他的回答让我开心又伤心。那天告别时，我看到了一颗流星，太美了。在纽约，在纽约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去了第一次见面的酒吧，在同一张桌子，喝了同样的酒。我惊讶他还记得这些，他说起更多那天的细节，我开始流泪了。我和他一起去了洛杉矶，他险些错过航班，但是在最后1分钟赶到了柜台。在洛杉矶，我和朋友见面，他去报道大火后，来甜品店接我。记者，我从厕所推门出来，看到他在选冰淇淋。（括弧）此后我的梦多了一个，每次拉完屎都能看到他。这不是。他去报道大火后来甜品店接我。我从厕所推门出来后，看到他在选冰淇淋。（括弧）此后我的梦想不是梦，此后我的梦想多了一个，每次拉完屎都要看到他。这是一个女人的梦想。哎呀，姐妹儿，我听我理解，我真是不应该讽刺你，我确实也是忍不住。咱们还是醒醒吧，像这样的梦，好不好？我能理解啊，人就是突然爱进去了，会这样的。哎呀，但是这个爱嘛，这个就是这个单行线啊，这个爱，好不好，姐妹儿？哎呀，醒醒吧，行不行？哎，我都不忍心了，我确实我也不应该调侃你。哎呀，我们隔空一起看电视剧，他问我在喝什么，我说 Diet Coke Whisky。他说我正在喝一模一样的，关键他这个 Coke 还打错了。姐们儿，你自己看看，这多吓人呐！看得我都冒汗儿。笔误可以理解啊，但这个词儿有点吓人啊。说出来你们都不能相信。
你们先互相售卖一下，我拿个水喝正好。回来了，回来了。不知道小红书看不下去了，天天说话讽刺别人，不好吧？讽刺人家的爱情。等等啊，等我们同事那个回来，弄一下那个商品什么的。欢迎欢迎欢迎！小红书，怎么不相信我呢？太冤了！小红书也发现冤枉我了，他们系统自动判定是有那个什么，还不是刚才，就是特别早之前。你看这词儿应该也不能说了。他们现在系统判定就是说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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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平时有一些那个喜欢找什么人问一问什么这种，就是找问问这种事儿，可能我前言后语搭上了，就算是好像说你是在意思说你鼓励大家找这。冤死我了！谁鼓励了？你这个算法你在听吗？算法你不看我直播吗？啊？我是你的队友，算法干什么呀你？好，欢迎各位，快回来啊！快出去通知刚刚走散的朋友们，快回来，咱们重新开始。真冤呐！我天天谁问我？感谢27啊，是不是？你们经常看我直播，我都是劝你们，咱们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尽量不要找这个。我就是刚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哪句话和前言后语搭上了，他们的这个算法就说我是那个宣扬，喝点茶吧我。这怎么不分敌我呢？真冤呐！这被人误会还则罢了，我已经习惯了。怎么现在连算法都要误会我呀？这人工智能也不咋智能啊，挺人工倒是。感谢星辰送的礼物。关键他现在还不提示，
我注意啊，我以后我也不能跟这个 AI 较劲。我以后就是但凡再有这种故事情节的时候，我就说首字母。不对呀、有人已经发现了，他这首字母好像更不对了。没懂，没懂就别懂了，挺好，不懂挺好。我先看看吧，啊，要规避的。好好好，规避的，好好好。给我们也看看，我给你一看，那算法不就又以为我在？那我不又走了吗？我不能给你们看啊！说什么啊？什么可以？什么应该可以吧？可以说他爸找个老头儿，给他什么了一下。太误会我了。咱把刚那个给他念完吧。不是刚那个没事儿，是之前的念到了一个，就那个小伙子那个来信结尾的时候，啊，我现在这词儿我也不敢说，我不知道是哪个会触发他的这个不开心。算法，你到底哪里会不开心？我真害怕。刚那个小伙子结尾的时候说的那个，
说那个啊，他爸找人给他那个什么了一下，说他是，哎，不敢说了，我接着念后面的。咱刚那个到哪了 ？Dead Coke Whisky 了。他问我在喝什么，我说我在喝 Dead Coke Whisky，字儿还打错了，真吓人。他说和我正在喝的一模一样，那不更吓人了吗？太多太多了，我把这些碎片写了又写，因为我知道，否则我会忘记，也许忘记更好。也许忘记才能靠近你，不再爱你，你才会把我记起。也许忘记会更好啊。这剩下的果实，回忆寂寞的乡亲。也许不，但是我宁愿痛也不想忘记。白唱啊，纯白唱。也许忘记更好，但是我宁愿痛也不想忘记。看我傻就傻在这儿，哎，你还挺骄傲，姐们儿。对不起，又写了这么多啊，没啥对不起。刚刚那个也不怪你，刚刚是系统误判。最后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祝每个人都能被温柔的爱着。快那啥嘛，姐们儿啊，我确实不应该嬉皮笑脸和讽刺你，但是如果你从我那个嬉皮笑脸的态度中觉察到了你们这一段感情的一点点不被祝福的话，行吧，你恨我就恨我吧，好不好？别整了，行不行？这个歌 Not for you， 你就让他自个儿在家喝他的 Dead Coke Whisky 吧，好不好？你喝点别的，啥威士忌啊？往里搁加 Dead Coke， 这对吗？你喜欢这么喝，你下次配朗姆试试啊，可能更喜欢啊。刚掉线了，没啥事儿，可能算法看不下去了。我老是这个对这个恋爱的，就是沉浸在恋爱中的人，就是我这种丑恶的这种嫉妒心，让我老是讽刺这些爱的死去活来的人，可能算法看不下去了。人工智能觉醒了，人工智能突然有意识了，他也要谈恋爱啊，不想再看到我，算不过呀，啊，所以说以后大家就不要算那什么啊，相信算法。我就是刚刚因为提了，就是不是我提的，是他这个信里写他那个算那什么，说我宣扬让大家去，我没有，我念念，我支持大家相信算法啊，不要相信人工算法，好不好？我这样说行不行？这样说不会不高兴吧？我其实没宣扬，他就是上下文让那个算法给误会了。这肯定是小红书最近系统更新，他有点那个没弄明白，对我也不够信任。最让我伤心的是，居然没给我加个什么白名单什么的。人和人，唉，之间很伤心，很伤感。一场游戏一场梦。
连我都信不过。蛋总，女生是不是真的能感觉到男生对你有好感啊？能啊。故事的开始是我第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男生。你这个开头又让我觉得不能了。频繁一见钟情是吗，姐妈？你是要发生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吗？简称小 A， 白白净净的，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自己不是那种会主动要陌生人微信的人，所以只是跟姐妹发微信感叹了一下就结束了。结果前2天和同事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又碰到小 A 了，居然又碰到小 A 了，有那么居然吗？本来就是俩人都在这一站上车嘛。特别巧的是，小 A 跟他同事一起走着 ，A 的同事认识我同事，他们两个打招呼以后，小 A 居然看到我了。他如果看不到你，你再感叹一下，是不是？你身边一个人，他身边一个人，这俩人打招呼，他看到你要用居然要用居然这个词吗？那不就是果然看到你了吗？他要是没看见你，才是居然没看见你啊。小 A 和我对视了大概有6.7秒，又来了。王家卫电影爱好者，你好，很久不见。上次见到王家卫电影爱好者，在这个小卖部，还是7天又3个小时46分钟之前。那一天，我喝了半罐咖啡。哎，算了。哎，小 A 和我对视了大概有6.7秒，我不知道是我眼花了还是怎么样，感觉能看到他眼神的波动。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有这个体征啊？有生命体征，有生命体征，眼神都波动。你看我波不波动？甚至 A 和他同事交流的时候也是侧着身的，我就又和他对视了一眼，这就是第2次。第2次之后，我就根据小 A 前2次的下班时间推测他几点到车站坐公交。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果然昨天又碰到 A 了。哎，这回用对了，这是果然啊，果不其然。我是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 ，A 站在我前面，车明明是从左边来的，可是 A 一直扭头看右边，我坐在后面就能看到 A 的侧脸，我觉得他在用余光看我。一定是。我今天忍不住了，脑子一热就主动站了起来。我一站起来，他头就扭到左边去了，我就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好像提前感觉到我在跟他打招呼一样，又把头扭过来了。后来车来了，来早了，这车还是来的太快了。这车来的再晚一点啊，你这20集电视剧你写完了呀？你在这站在那儿，我也主动站他旁边跟他聊天，他好像有点内向，我们也没聊几分钟，话题结束了，我俩谁都没有继续找话题，他开始玩手机，我就站在那里，然后他下车跟我说拜拜，就没有后续了。但是神奇的是，虽然没有话题，我居然没感觉到尴尬，我还有点开心。所以蛋总，他是不是对我有一点好感啊？是。哎呀，还有后续，又有一个小后续。我今天第4次设计了和他的偶遇，他有2辆车都可以坐，当然我也是。结果我为了和他坐一辆车，没去坐前面来的我能坐的那辆车，但是他却坐了那辆车，他还跟我说拜拜了。这是不是就说明他对我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呢？有兴趣的话，不是应该和我等坐一辆车吗？这傻丫头！哎，我再喝一口。哎呀，这车来了你就上，是不是？
那你想，你要是当时没等，你就直接上了，你是不是感觉他又是恰好跟你坐一辆车？别自个在那猜了啊！如果聊了一下呢，有点尬，没聊下去，但是你又不死心，你又挺喜欢他，是不是，姐妹儿？别搁那儿自己设计了，你也没那两下子，还自己算他啥时候坐车，你去公交站堵他，你堵到他了，你堵到他都几回了，也没啥用啊，你也不敢上，你干啥？你就在那傻等。你同事不是和他同事认识吗？交流呀，你先跟你同事交流。你说，亲爱的同事，上次咱们一起在公交车站碰到你一个同事，你还记得吗？啊，我记得，怎么了？你那个同事平时吃饭吗？说什么意思？就说吃不吃饭，别问什么意思。我说吃饭啊，吃饭都吃啊。那有没有可能你那个同事身边他还有一个同事，咱们4个人，我刚刚在网上弄了一个4人套餐，3个人吃亏了，我请咱4个吃个饭怎么样？行不行？好不好？试试呗，是不是？试试呗。你说最近那餐厅我一直挺想去的，但是他那个菜特别多，啊，花样特别多，一个人吃点不出菜了，俩人吃呢也是就是乏味。哎，正好推出了一个4人套餐，又很便宜很合算，我就拍了。拍了以后发现呀，在这个公司我就跟你最好，跟别人我都吃不下饭去，看着他们就想吐。哎，那天好像你跟你那个咱们大公交车站那俩人，我看挺面善和善，感觉增强是我的那个食欲啊，特别下饭。那俩人长得，我亲爱的同事，把那两个下饭的找来，我请你们吃饭，好吧？就这么点事儿，别搁公交车堵人家了，吃个饭呗，聊聊看呗，能行不能行？吃完饭就别猜了，吃完不就知道了吗？你所需要付出的只是一张那个团购券，四人餐团购券。行不行？一顿饭还不知道吗？知道了你也该死心死心，该推进推进。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南安的北往了，佳木斯的鹤岗的。哎，总是一不小心就暴露了我以前。亲爱的蛋，你好，我是一位大2的女生，大1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大4的师哥，性格品味和我几乎没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一位师哥。不可能啊，幻觉，好吗？幻觉啊，性格品味和我几乎没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一位师哥，幻觉。在我们两个开始暧昧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他有一个3年的女朋友，但他的女朋友绿过他，虽然复合了，但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会分手的，说最晚毕业就分了。我说一直等着他，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在他身上付出了很多的情绪价值，甚至于依赖他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但他还是没有分手。一次一次的争吵，他只是说，我想有一个体面的解决方式。分手应该体面。石哥，这歌就是说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分手应该体面，没分的时候跟着师妹性格品味都一样的师妹走到了一起，这个时候就不体面了。
不管了，只有分手应该体面，但是干别的呢，不用说抱歉，是这么理解的吗？他会安抚我，让我再等等。我一直觉得很不道德，我很喜欢他，但我总是有没办法理解自己的时候。在争吵到一次顶点的时候，愤怒控制了我，我找到了他女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女朋友，他分手了，好体面啊！但我们也没有在一起，一点都不意外。过了半个月，他们复合了，这我倒是有一点点意外了。是师哥提的复合，我真的超级伤心，但我一直走不出来，我放不下。我们那么合适，就开始我就告诉你是幻觉了，怎么还有幻觉？不合适。我从哭泣到试图从各个方面接受。其实看我们各自的现在的当下，我上学不说每天开心吧，起码不痛苦，也有很多好朋友。他呢有女朋友，工资也不错，工作虽然累，但是有猫有车有房有对象，大家都挺好。无非就是我突然会想，他的女朋友为什么不能是我？但反过来想，为什么是我？你还可以再想想，为什么要想？是我对待感情太认真了吗？你对待幻觉太认真了啊，姐们儿，你对待感情还行吧？对待幻觉太认真了，对自己太不认真了。对感情谈不到认真，对感觉很认真啊，对你的幻觉很认真，对有感情的感觉很认真，对自己很不认真，像做题一样，一直在想怎么样能想通。你说人不对吧？其实我俩很合得来，这不分手一点不提啊。时间不对吗？还是怎么样？我想不通，所以放不下，困在原地，放在心底，像心里有一根倒刺，碰到了就难受一下，风吹过也难受一下。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其实是会突然情绪反扑，但在克制，因为在准备考研，我一直在给自己洗脑，考研之后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到时候就不会在意了。对，是的，是的，你想的是对的，找个没风的地，找个背风的地方，好好复习，好好考研吧。